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双儿，你们这周过得好吗？我这周过得很不错，今天是礼拜四，我昨天有工作，但好像可以再提升一下我的效率。然后今天我打算一大早起来就开始拍跟你们说好的问答，因为呢，我想要用有点类似跟你们聊天的好朋友的模式，所以我选择素颜，然后穿我的睡衣，用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还有我的经验去回答你们目前的困扰，或是陪你们一起度过这个可能有点黑暗或者是低潮的时刻。我很喜欢跟大家聊天，很喜欢认识你们，喜欢然后跟你们一起有生活陪伴感，所以我想说，要不然之后可能每2个月或是每1个月就发一次问答，问你们最新的近况或是你们新的烦恼等等。一起聊天，我也会跟你们在每部影片分享我的烦恼。这样，我真的每个都回哦，所以我会该简短就简短，该深入做聊天，我就会深入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想法。我要升上9年级了，好恐怖，超紧张的，加油！嗨，我也是北大不动系的同学，很喜欢你的影片，欣赏你的生活态度，很勇敢挑战，希望有机会认识。谢谢你，我是一个蛮害羞的人，我是如果我们有缘认识，我会需要花可能好几个月或好几天很长时间的相处，才会变得很自在的关系。所以，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相遇的话，我很期待可以跟你做朋友。最近我在烦恼我的未来，确定不在台湾读大学，但妈妈不支持我去国外念书，但又很想去打工度假。未来想读书的地方也是我喜欢的国家，因为我没有跟你有相同的经历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有真心想做的事情，就当那个最支持你的那个人。其实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你自己的人生，为自己做做看，体验看看。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。最近在准备考试，家人给我好多压力，很希望他们跟我说尽力就好了，不是你一定会考上。那我祝你加油，你尽力就好，不用考上也没关系。没错，辛苦你了。有个小烦恼是要怎么遇到自己的人生伴侣。我好像没有这个经验。加油！如果你真的想要遇到自己人生伴侣，努力去尝试不同的场合或者是交友软体，各式各样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人际关系是我一辈子的烦恼，我也是。感觉身边的朋友都在同一个朋友圈里面，我几乎都认识，算是我的朋友，但是感觉他们的关系好像比我更好。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的关系不如跟其他人一样这么好的话，不用因为这个焦虑或是开始去怀疑你自己。有些人不合就是会不合，就算他们是个好人，或者是这是一个好的团体，如果频率不合，笑点不一样，各式各样的兴趣不一样，就很有可能会让你不自在。对我来说，好好享受跟你那群朋友相处的当下，然后让自己开心就好。我是统测生，可是每次都没有动力去读书，我该怎么读书？英文片段实在不知道怎么读，没有动力去读书哦。Oh my god， 我也是一个没有那么喜欢读书的人，觉得我在学测那时候我逼自己逼太紧了，还没有意识到读书对我来说的意义或是用处在哪。我就只是说，大家都在读，所以我也要逼自己认真去读，考到一个高的分数，才会成为一个好的人，或者是才是好的学生，好的系双儿。现在已经读完大学1年，回头来看，我觉得你要明确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读，而不是顺应着这个大家都在读都必须读的环境。多花一点时间了解你自己，探索你未来想要做的事情，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的人，而不是一个群体嘛。你要用独立个人的视角去好好自己规划你的未来。我那时候没有做到这点，就觉得我就认真读，到时候再说。但我觉得在读之前，你要先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要坐在那个书桌，花好几百、好几千个小时。你读的东西不是你感兴趣的，那你真的会很痛苦耶。没有动力可能是一个征兆，但不喜欢读书也不会怎么样啊。就好好思考，或是好好去探索，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你进入心流状态，你可以同时感受到承受感又成就感啦，承受感。英文偏烂，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提升你英文能力的话，你可以把英文变成兴趣，当做一个起跑点。就你可以思考你喜欢什么东西，然后让它跟英文做连接。就像我很喜欢看 YouTube， 我就会为了去学好英文听力跟口说，去找 英文 YouTube 的频道，就让你的兴趣变成英文的形式环绕在你的生活，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科目，而是把它当做一个
你可以活用的技能，这样子你去学英文可能会越来越有成就感，越来越喜欢。我们一起加油！双儿大学前的暑假做了什么事？想参考一下。Oh my god！ 就喵，等我一下。有点难看的画面。Oh my god！ 那个是我从宿舍带回来的衣服。哎，希望他等一下可以过来坐这。我看我回首的回忆啊。好，我想说，我觉得我自己在Hello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高中前都不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。上了小学，跟着课堂段考读，跟朋友玩，因为大家都跟朋友玩。到了国中也是，大家都在用 IG， 都在发现动，开始会打扮。我也要来打扮，因为我姐家管乐，所以我也家管乐，然后蛮擅长的。好像可以哦，就继续。只有一点是从小到大都一直有贯彻的，就是我要是一个好人，我要是一个有能力，大家会觉得我很厉害的人。所以我就顺应着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的文化跟环境，选择一条可以展现我最好的自己的路，就像大传，所以我就想要当大传社长，但不是因为我真心想要为大传付出，只是这个干部这个头衔很不错，看起来很厉害，我想借由这一点来认可我自己。就这样一路到了高三，我觉得这算是我一个转捩点，因为在2023还是2024的10月5号、6号是 2x2 Promise 的演唱会，我那时候整个大崩溃，因为我意识到原来人那么简单的就可以活得这么幸福，仅仅是见到他们几个小时，我就很庆幸自己能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那为什么我不去做更多能让我自己幸福的事情？为什么我没有这个选择或是去了解自己的想法呢？所以我在那时候就有点价值观跟我一直以来的信念都被打破的感觉，花了将近1个月，到11月底都有点低潮的状态，加上那时候是我在准备学测的过程，所以我就下意识觉得我要把自己逼到极限，可以考一个越高的分数，远离那个我因为会考烂进的学校。我不是说那个学校不好，是我觉得那个环境跟我比较不合，是一个比较压抑我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想要考更好，到一个选择性更高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埋头苦读，完全不去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科系或者是学校等等。最后我会说我选社工不是因为我喜欢社工，而是因为北大社工是以我学测分数来说可以去的最好的学校，也是顺应着这个大家的眼光、社会期许下做的决定。一直以来都把世界局限在某个高中、某个国中、某个国小，而不是这整个世界，导致我眼界很狭隘。直到我上了大学，真的自己一个人去北大宿舍要独立了，我就开始迷茫，因为大学是很自由的嘛。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做的。接下来的人生已经不是制式化的高中、国中会有段考，必须要考好成绩，甚至是可以花1整年去考学测等等，已经不是别人帮你安排好的，而是你要自己做选择。我因为这样焦虑了1整个学期，我就会对一件事情很自卑、很自责，然后同时我又会因为意识到我自责我自己而感到自责，无限的负面循环就导致我最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对，什么才是错，甚至自己真的想要的东西。一定是一路累积的经验，还有我不断尝试的东西，造就现在这个想要继续变得更好，甚至是想要把我感受的幸福传达给你们，分享给你们的人。反正我讲很多就对了，回归问题，大学前暑假做了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顺应着大家都在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反而高3暑假毕业完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不再被规定要干嘛，我不用去上什么课，那我要干嘛？我平常都在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如果要以大一生推荐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你全部你用想做的事情列出来，挑5、6个做就好。当然是要跟朋友大玩特玩咯，同时你也要把一些心力花在学习探索上面，不要想得太过于复杂或一定要干嘛这种有压力的想法。这是属于你的暑假，你已经读高中3年，而且还考完学测了。如果是要考分科的朋友，加油！我觉得你有
这个勇气选择要考，已经真的很厉害了。我很敬佩你这些人。这个人下一个问，有很多想尝试的事情，出国独旅，但不敢告诉爸妈，加上得花一些钱，明明有时间却不能做，真的好可惜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们身为学生，还没有很多能赚钱的管道或是时间跟方式，所以当我们有想做的事情，不是用自己的钱，就会很难开口。我自己也是这样的。既然有很多可以赚比较小钱的方式，但我没办法推荐你什么，你就去好好研究，去找你自己觉得适合的方式。其实还有5天在学校过得好累好累，虽然已经5天过去了，但辛苦了，也很害怕事不在我的掌控范围。我也是哦，你不用怕，你可以往另外一个方面想，这是你成长的契机。以我们这个年纪来说，可以失败算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有本钱去尝试、去经历。在挑战，每天都很容貌焦虑、身材焦虑、减肥减，我现在觉得自己比别人惨。希望我分享这个经历可以让你好过一点，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建议你，我不知道你想要怎么样的身材、怎么样的容貌。以前有提过我有异位性皮肤炎嘛，但是我从出生到现在都一直有的皮肤病。国小的时候有严重到每次起床都会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多了伤口，像我某一天起来发现我这里整个都被我自己抓到流汁，或者是我的脸上整个红掉，或是很多伤口。睡觉一定要戴很多层手套，因为我会不自觉的抓。小时候有爆炸严重的龅牙，这2个问题导致我容貌也非常的焦虑。刚前面提到我想要是一个很不错、很好，甚至很漂亮的人，所以拍照我都会故意，比如说手有伤口就会故意这样摆。不久前也会因为手肘过敏很严重，有一堆伤口，感到很害羞或是很尴尬，因为我也想要像别人一样有很白的身体、很平均的肤色，但我就是没有，所以能怎么办呢？我就用我的步调跟方式好好去养我的皮肤就好。其实我自己本人也知道怎么样可以改善，就是早睡早起，然后饮食管理就可以啦。所以真的想要改善是一定有方法跟管道的。我到现在还是会有这个皮肤的问题，所以希望我跟你分享我这个经历能帮到你，让你好过一点。一直跟爸妈拿钱的感觉，不知道学姐听不听得懂，就是会有一种愧疚感，但我也不想要放弃跟朋友出去玩。我觉得如果你们是每一个月都会有零用钱的话，可以好好在一开始就规划好几趴是否什么，几趴是什么。纵观你大概这笔趴数的钱可以出去玩几次，因为知道下一次还要出去，或是想要再出去更多次，而减少那个成本。放暑假想回家陪家人多年，碍于实验室因素只能回9天，好难过。我可以懂你。未来的路在思考要怎么走，不知道怎么跨出那一步。身边好像没有可以一起进步的人。你在思考要怎么走，你就继续思考，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道路。身边好像没有可以一起进步的人，那就如果你真的想要、很渴望有的话，那就去找嘛。像是参加课外活动，或者是参加比赛，甚至是营队等等。我觉得如果是性质相同，你喜欢，一定会遇到这种道好的人。大一快结束了，但未来还是很迷茫，不知道走这条路是对还是错。我跟你一样，不用担心。我觉得我们就继续迷茫下去，但迷茫的同时也要多摄取新的知识还有经验。我也是大学生，但在班上跟室友都没有遇到对平的，导致现在在大学生活好无聊，都是一个人。辛苦你了。我可以懂那种要自己一个人进出教室，自己去上课，自己回房间，甚至没办法很自在的去跟别人聊天的那种心情。因为我刚开始也是这样，你在班上跟室友都没办法遇到对平的，也不是你的问题，只是刚好缘分没有让你遇到，没有场合让你去跟别人做深入的交流。我觉得如果你努力花时间在探索这件事情上面，一定可以遇到对平的。就像我原本在一堂课都是自己一个人，但因为组别要分组的关系，我跟他分到同组。尽管一开始会不自在，但我还是会一直讲话，一直分享我的事情。久而久之，发现我们的笑点、幽默感很合，慢慢累积到现在，我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。感觉我们也会继续一起约去吃饭等等。正在努力准备逃离自己目前的系所，真的压力山大。非常喜欢双的影片，谢谢你，加油！最近一直下雨，心情忧郁起来，读书不像之前那么有效率了。下雨真的会心情忧郁，但你知道我因为很喜欢背着伞在跑，现在下雨都会联想到阵雨，就会很幸福，可以故意只在每次下雨的时候才做某件事情，听某个你喜欢的音乐，说不定也会让你在某天期待下雨的到来。烦恼就是上了一间自己心目中第一志愿的学校，但家人认为不怎么样。不要管，你很棒，第一志愿欸，哇哦，你的第一志愿呢？哇哦，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，就算你的家人很重要没错，但
你可以做参考就好。你很棒。现在统测了，我不知道一开始要怎么规划时间，我都会滑手机，平日就过了。可以建议我方法吗？你知道我在学测的时候把 IG 删掉了23周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到最后其实习惯了没有 IG 的生活。等一下，毛豆一直叫，稍等我一下。喂，妈，你早上有喂毛豆吗？有啊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好，可以拜。哦，我想到了，如果你是正要开始做一件你不习惯的事情，甚至是会觉得很有压力不想做，必须培养的话，我很建议你去看《原子习惯》这本书，它会教你怎么有系统性创造一个新的习惯，就如同读书这件事情，你也可以让它变成一个你会不经思考就开始的事情，可以把它当作是练国文，把它看完顺便做笔记这样。如果不是很外向的人，在大学可以怎么多认识拓展人际关系？我也不是个外向的人，我现在是 ENFJ， 但是我的 E 跟 N 还有 J 都是50-50的类型。我一定要在一个知道对方会想了解我的群体或是人前面，才会很自在的可以展现自己的特质跟个性。如果你不是那么外向的人，但你又想交朋友，那你就多用你自在的方式去创造可以认识新朋友的机会，努力当第一个自我介绍的人。然后如果你深聊下去发现对不上来，那你可以直接及时停手，没关系。我在大学遇到最好最自在的群体就是北大管乐的打击学姐们，但一开始我也是先鼓起勇气跟他们做交流，然后花很多时间在他们的相处上面，我才越来越自在的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很好的人，所以我想要争取好好把握这个缘分。如果想要认识一个人，就要好好跟这个人的相处模式或者价值观做磨合，然后小组报告的时候多多争取跟其他人做延伸交流的机会嘛。最近要期末考，着急焦虑跟痛苦的，每天都读到没时间睡觉，早上都好累，辛苦你了。怕考不到想要的大学，加油！考不到我觉得没关系，这也是人生的一条道路。我知道每个人在不同道路上一定都可以有发光发亮的时刻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把你最后的结果变成正确的决定就好。没错，实习都没上，一直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弱了。我觉得不用因为某一个失败的经历就去定义自己是好或坏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努力的步调跟速度，所以不用觉得在这个时期，如果其他人实习都过了，只有你没过，你就是不好。不用特别去贬低你自己，而是可能把它想象成一个成长的机会吗？他们都不要我，太可惜了。那我要把这些时间拿去精进我自己的能力，来投资自己之类的。但是还是辛苦你了，感觉你花很多时间在实习投履历上面，结果最后没过，一定会有那种失望落空或是很难过、有点低潮的日子。辛苦你了，不要把别人的离开当成我自己的课题，也是我最近在学的，好难呐。希望我可以陪伴你经历这个痛苦的时光，你就好好过好自己的人生，让你选择的道路变成正确的就好，不要多花那个心力去怀疑自己，而是继续往前走，看看会遇到什么新的缘分。希望你可以好好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耶，辛苦你了。要上大学，要离家，适应新环境，适应新的环境，想到都好烦恼，好焦虑。辛苦你了，我也很懂要迎接新环境的焦虑跟不安，但这都是必经的道路。你可以去多看别人的影片，多跟别人聊你的烦恼，甚至是看书，然后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带给你一些温暖跟陪伴。前阵子太忙了，感觉有倦怠感，也没有好好休息。现在高三毕业后，觉得突然好想要规划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大活动可以填满。我很懂你这种倦怠感，因为我前阵子才刚体验过，没什么大活动可以填满的话，你就用小活动来投资你自己啊。看书，出去玩，多去了解你所住的这个环境，就像我之前没做到的，每天都做一点点，积少成多，感觉在这个暑假也可以获得很多新的生活灵感或是未来的方向。复习学测或安排进度的方法，用享受人生这个观念去读你的学测。我未来会去这个地方，这个地理。我未来要去历史。原来生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子。数学就是你要感兴趣，你才可以真的算得下去。如果是你不喜欢数学，可能就把每天例行公事第一个放最不想做的，然后后面再放你感兴趣的。国文当做犒赏来读，去看你想要看的小说或是恋爱故事，精进你的阅读理解能力。每天看完之后，你合起来大纲式的说明你今天看了什么东西，然后你有什么体悟之类的，我觉得这也不错。英文也是，把它融入你的生活。
以上就是大家问我的问题，希望有好好帮助到你们。因为问题蛮多的，我讲的也很多，所以这部影片很长。下次问答的话，我可能会统一做回复就好，就是挑几个核心的问题回复你们就好，不要一次回答这么多。但因为我很想要帮助到有认真留言的每一个人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获得一些温暖。然后 get ready with me 可能要说声很抱歉，因为我发现下礼拜也会下大雨，我还要等天气好的时候再开始拍。我想要把这一集取什么很可爱的名字，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嘛，比如说温暖的小角落、温暖的什么，或是什么聊天室什么的，对，让大家知道每次有这个新的标题名称就代表哦我又回来了这样。然后我们下一集问答见。